你知道功夫究竟有多细吗？细节一，其实这部影片名《功夫》是星爷修改后的名字。一开始这部影片名叫做《高手又见高手》，从一开始的鳄鱼帮到斧头帮，再从三大高手到古琴高手，随即就是神雕侠侣和火云邪神，最后就是星爷，一环扣一环，环环相扣，一个比一个强大。有不少小伙伴都纷纷调侃，谁先出现谁先死。细节二，其实电影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猪龙城寨当中四大高手的排名。当镜头第一次给到了猪龙城寨时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。第一个镜头给的是苦力强，第二个镜头给的是娘娘腔裁缝，第三是阿鬼，最后就是包租公街访镜头。在后续与天残地残的决斗中，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苦力强直接被对方秒杀，娘娘腔裁缝虽然能够勉强抵挡，但是在福音功面前还是不值一提。而阿鬼的五郎八卦棍则是三个人当中最强的功夫，因为他支撑的时间显然要比前两个人的要长。而最后就是包租公的太极拳了，虽然前期轻松1打2，但是在面对两个人集体放大的时候，包租公还是有些吃力，最后还得是包租婆的一句狮吼功才将两人拿下。细节三，在天残和地残当中，其实只有一个盲人。这时有不少的小伙伴可能就会说了，两个人都戴着墨镜，你是怎么区分他们一个是盲人，一个是正常人的呢？原因就在于他俩大战包租婆的环节，在包租婆使用了狮吼功后，两人转头的方向不一，左边的人歪头动耳，显然是在用耳朵听，而右边的人则是直接用眼睛寻找包租婆的位置，并且当琛哥找他们办事时，也可以看到其中有个人用手把茶杯推到了同伴的手里。所以通过这两个细节，完全能够看出这一对组合里只有一个盲人。细节四，片中关于星爷饰演的角色具体方面其实是很模糊的，尤其是关于他的家庭。按照影片的角度来说，他就是一个擦鞋匠。我们换个角度来推理一下，阿星有没有可能是包租公和包租婆的儿子呢？原因就在于包租婆曾经说过，当年要不是因为自己过于要强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别人活活打死。但在影片中，星爷饰演的是一个顶尖的练武奇才，拥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，这也是林子聪为什么会说这句话的原因。你怎么每次受伤都会没事的？我不知道。接着这个推理下去，那当年包租婆目睹儿子的死亡也只不过是假象而已。再者，星爷曾经在影片中说过，要不是为了买武功秘籍维护世界和平的话，自己会把这钱用来读书，以后成为医生或者律师。而在星爷与火云邪神最终对决时，包租公说道，如果他能好好读书的话，我看他将来不是做医生就做律师。想必这足以证明阿星就是神雕侠侣的儿子。细节五，当星爷准备打劫哑女时，后面的背景海报是来自于1935年的礼帽，并且他们的动作也是在致敬乱世佳人。细节六，为什么豹将总是喜欢露一半的屁股？作为一个梦想着当大侠的人，如果你单纯的觉得他只是在寨子里面露屁股的话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在片尾，豹将出来和美女约会，他反手来了一个壁咚，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他的屁股仍然露了一半。从影片的角度来分析，豹将行为确实奇葩，但其实他是一个能让人心生怜悯的角色，原因就在于他做的奇葩行为并不是因为他想故意吸引别人的眼球，而是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，那就是他需要随时随地的上大号，几乎都撑不到自己跑到厕所，所以豹将需要随时做好上厕所的准备。细节七，龅牙妹其实是最有钱的一个人，不仅一出手就能拿出90块，并且还使用着上海昂贵的留声机，每次出场的衣服也都不一样。当三大高手交不起房租的时候，龅牙妹说道，不用怕，我帮他们给。甚至在斧头帮的阐述中，龅牙妹竟然出现在赌场，而且桌子上的筹码也是最多的。在最后一个镜头里，我也能够清楚看到龅牙妹其实是四眼仔的小情侣，并且早在之前就有一个画面，那就是四眼仔从龅牙妹家里走了出来。细节八，影片中娘娘腔裁缝手上一直都佩戴了一个绿色的小线团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，这个绿色的小线团总和他形影不离。从这也就能看出小绿线团对他的重要性，甚至在他去世的时候都需要这个绿色的小线团作为陪葬品。那么在这里，我想问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这个小绿线团是干什么用的吗？细节九，当初斧头帮往母子身上泼的并不是汽油，而是煤油。影片当中详细记载了时间线是在40年代，当时煤油被称之为活水或者是水火，而苦力强打工的那一家店销售的正是活水油。试想一下，一个极其贫穷的城寨售卖汽油也不合理。